朋友們好，我是葉綠綠，新專題還在寫稿當中，這周心血來潮，咱們加更一期。由於最近比較忙，一直沒去剪頭髮，所以今天就先不露我這張大臉了，請各位朋友多多擔待。好，閒言少敘，咱們開始。到了2026年，大家似乎都知道了，中國經濟出了大問題，可是具體什麼問題卻很難理清線頭。6月25日，彭博發文，標題叫6張圖解釋中國經濟。我讀完之後做了個簡化，用6個詞兒來解釋中國經濟。第一個詞兒，增長放緩。2026年中國 GDP 增長目標下調至 4.5% 到5%，為1991年以來最保守目標。26年 Q1 GDP 同比增長 5%，Q2 同比增長直接掉到了 4.3%。這麼看來，目標下調還是很有必要的。第二個詞兒，房價低迷。全國房價已從21年峰值下跌超 30%，24年至今，主要城市都取消了购房限制，並降低了交易稅，但房地產市场依舊低迷，并未扭轉頹勢。第三個詞兒，消費疲軟。2026年 Q2 中國 GDP 平減指數轉正，在數據上結束了長達3年的通縮，但物價下跌內捲嚴重，並未改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5月份社零同比下降 0.6%， 消費支出為新冠疫情以來最低水平，所以 Q3、Q4 仍然有可能重新進入通縮。第四個詞兒，人口崩塌。2025年出生人口降至793萬，為1949年建國以來最低水平。適齡勞動人口自22年開始逐年減少，預計未來20年將會減半。勞動人口減少加老齡化加深，將制約中國長期增長潛力。第五個詞兒，失業率高企。疫情期間，青年失業率大幅飆升，至今仍然居高不下。中國是制造業主導的經濟體，畢業生卻主要尋求白領工作，所以技能與所需技能之間存在結構性錯配。第六個詞兒，出口強勁。出口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唯一動力。25年淨出口拉動 GDP 增長高達1/3，為1997年以來最高比例。中國的貿易順差在25年達到創紀錄的1.2萬億美元，今年還在以相同水平保持增長。不難發現，6個詞兒除了出口強勁以外，其餘都是危機。那麼中國經濟到底是怎麼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呢？我們不妨走進歷史，去看個究竟。8月12日，前國家總理朱鎔基去世，中文圈圍繞他在任時的政策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討論。易富賢教授發帖說，在經濟學評價，總體認為他是一位成功的總理，但是他的2項政策導致了現在持續低生育率和今後經濟長期低迷。首先，1994年分稅制改革導致中央財政壓制地方，地方壓制家庭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 比例下降，降低家庭養育能力，生育率暴跌。後面2孩政策、3孩政策也慘敗。其次，2001年加入世貿，使得中國的經濟和就業高度依賴出口，而不是內需，使得居民可支配收入低的模式得以存續。成也分稅制，敗也分稅制。那麼中國為啥要搞分稅制？49年建國後，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關係大致經歷了3個階段，分別是統收統支、包乾制和分稅制。前30年統收統支屬於計劃經濟產物，第2階段財政包乾始於改革開放初期，也叫分級包乾、分灶吃飯。制度初心是為了放權讓利，調動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，但到了80年代末明顯失靈，原因是中央財政陷入困境，喪失了宏觀調控能力。太平洋證券在18年有一份宏觀研究報告，報告提到1992年僅廣東1省的財政收入就有346億，而中央財政只有957億，財政部緊日子過不下去，就得向地方伸手。1991年，時任財政部長王炳乾伸手向地方募捐，結果只有青海省願意把歷年結餘的幾千萬拿出來支援中央。王炳乾戲言，我現在窮的只剩下背心和褲衩了。1992年刘仲藜接任後也無奈地說道，我連背心都沒有，只剩下褲衩了。可見彼時中央財政已經岌岌可危，中央政府正常運轉都受到很大限制。在中國，財政吸取能力往往等同於國家能力。1978到1993年，中央財力不斷下降，地方財力卻不斷上升，事實上形成了弱中央強地方的局面。這種強弱格局意味着中央政府將逐年喪失全國一盤棋的統籌能力，最後變成一個弱政府。當時全世界和中國相似的只有南斯拉夫，兩國中央財政收入占財政總收入均低於 35%。1987年，財政部副部長向懷成訪問南斯拉夫時，南斯拉夫的財政部長對向說，他們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占比 GDP 僅有 11%， 他擔心國家會出事。不久之後，南斯拉夫便走向解體。有東歐劇變的前車之鑑，加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感召，一場強化國家能力的財稅體制改革，於中國來說勢在必行。這就是影響至今的1994年分稅制改革。分稅制改革包括不同稅種明確劃歸中央或地方，中央稅收由中央直屬機構徵收。改革之後，財政格局明顯改變，
中央收入占比總稅收從93年的22%猛增至94年的56%，反觀地方份額則從78%跌到了44%。分稅制拿走地方收入，緊隨其後的預算法進一步限制了地方的財政空間。預算法第27條規定，中央預算不得赤字，僅在必要建設投資上可適度舉債。第28條規定，地方各級預算必須收支平衡，不得出現赤字。核心限制是禁止地方政府發行債券，除非有法律或者國務院特別授權。不難發現，分稅制和預算法前後夹擊，等於徹底堵死了地方政府的財路。從此以後，地方需要花錢，只能向中央伸手。中國人討論已故領導人，總喜歡談論功過是非，最後必然陷入站隊困局。這次討論的核心矛盾就是東北國企下崗潮。有些人認為大下崗奪走了一代人的幸福，另一些人則認為吃包養飯的國企工人活該下崗。怎麼說呢？這種爭論有點意義，但不大。因為大下崗的本質其實就是一次軟着陸的化債運動，化債化到誰頭上，誰就得倒霉；化不到的也不要心存僥倖，因為大家遲早都能輪得上。亞洲金融危機前後，地方融資平台還不是融資主力，但隱性債已經存在，比如国有銀行將居民儲蓄借給國企，並最終演變為壞賬。到千禧年初，國企不良貸款規模已經高達 GDP 的40%，迫於壓力，政府多次救助銀行，並決心清理虧損國企。那麼清理有用嗎？只能說有一定作用。2017年，亞洲社會政策研究所做過一個國企改革專題，系統分享了多項信息。從行業佔比來看，關鍵行業中，像電力、石油、天然氣，國企佔比高達 84.5%； 支柱行業如汽車、化工、建築、鋼鐵，國企佔比 48.5%； 普通行業中，旅遊、農業、製藥等佔比也有 16.9%； 單一行業中，國企含量最高的是金融業，佔比高達 88%。王健林曾經發問說，國企那能叫企業嗎？國企那叫行業。不難發現，中國經濟的核心問題從始至終都是左右互搏，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左右互搏。所以我認為，無論誰參與這場互搏，都是要準備好棺材的。實際上，有關化債的悲劇，現在全國都輪上了。心若在，夢就在，大不了從頭再來。這首歌現在帶入每一個買房破產的家庭，都能無縫銜接，完美適配。上一次化債幾千萬工人下崗，那麼這一次化債規模有多大呢？央行金融數據顯示，25年5月末，中國政府債務餘額首次突破100萬億大關。往期數據顯示，20年底的政府債務餘額僅有46.55萬億，24年增至92.6萬億，如今突破100萬億大關，等於短短5年就增加了1倍多。這還只是表內債務，那麼表外有多少呢？24年11月，財政部首次公開隱性債規模，在23年末為14.3萬億，與此同時還提出了10萬億化債方案。不過，根據高盛估算，中國廣義政府債務 AGD 截止24年末已經達到179萬億，約佔 GDP 133%。其中，顯性債務約為88萬億，包括國債和地方債；隱性債務約為91萬億，包含地方融資平台、城投債、PPP 項目以及地方國企隱性擔保等。不難看出，官方承認的隱性債只有估算隱性債的零頭。我認為，這就是中國經濟現階段最大的隱患，也是央地關係最難以調和的矛盾。NIFD 季報顯示，26年 Q2 中國宏觀槓桿率為 308.2%， 比 Q1 下降了 1.1個百分點。其中，居民部門槓桿率下降 1.3個百分點，從 59% 下降至 57.7%； 非金融企業槓桿率下降 0.5， 從 180% 下降至 179.5%； 政府部門槓桿率上升了 0.7個百分點，從 70.3% 上升至 71%。也就是說，26年的今天，居民企業都在降槓桿，唯有政府還在加槓桿。怎麼說呢？增長放緩，債務壓力只會越來越重，而那些說不清道不明的隱性債才是真正的危機。易富賢曾在07版《大國空巢》中指出，分稅制最大的惡果就是導致生育率下降，因為分稅制之後，鄉村財政無力承擔教育經費，只能由中央轉移支付承擔。轉移支付的問題在於，地方政府和學校都願意虛報學生數量，以冒領教育經費。虛報數通常為 20%到50%，這種虛報數據最後就導致人口統計完全失真。問題來了，分稅制與生育率之間到底是怎麼傳導的呢？我的總結是，稅務分稅制導致夫妻分稅制。94年分稅制改革實際上是財政收入中央集權化，而轉移支付則成了中央控制地方的抓手。所謂財權上移，事權下沉，說白了就是錢我拿走，事兒你來辦，聽話就多給錢，不聽話就少給錢。咋說呢？分稅後的央地關係就像異化後的婚戀關係，雖然地方政府是中國經濟的中堅力量，但他在這場關係裡始終像個例工，媳婦兒貌美如花，立功賺錢養家，
最後實在沒轍，還是走上了貸款梭哈這條路。這就是後來天量隱性債務的制度根源。那麼分稅制具體是怎麼影響生育率的呢？答案是土地財政。分稅制改革中，地方保留了土地使用出讓權，後來城市化加速，賣地就成了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源。有了這個下蛋金雞，地方通過融資平台舉債後，就能用賣地和相關稅收用於還本付息。也就是說，房價節節攀升背後的推手其實就是地方政府，因為房價越高，賣地收入就越高，債務滾動就越順暢。經濟學家杨小凱曾說，走最容易的路，最後一定無路可走。土地財政顯然就是最容易的路，所以20年就走到頭了。這20年，政府靠賣地搞基建，官員靠賣地做政績，可醫療、養老和教育這些基本職能反而變成了財政包袱，要靠居民自費買單。買房的年輕人就更慘，拿走3代人積蓄，再透支30年收入，實際買到的僅僅是巴掌大的土地使用權。如今政府賣地腰斬，發債砍半，財政赤字居高不下。這就像年輕人剛結婚，老家按揭一套房，城裡租住一套房，同時貸款買了個新能源，然後又生了個大胖小子。理論上，政府和家庭一樣，必須降低槓桿，輕裝前行。可問題在於，只要一提賣房賣車，夫妻必有一方不同意，最後大概率要分床睡。這種情況下，好一點的勉強維持婚姻，差一點的就只能妻離子散。8月12日，民政部發布數據顯示，26年上半年結婚327.5萬對，離婚138.3萬對，同比25年上半年結婚少了26.4萬對，下降7.5%，離婚多了5.2万對，上升3.9%。結婚率降低，離婚率升高，這說明國家層面的分稅制已經變成了家庭內部的分稅制。所以我一直認為，分稅制之後，央地和夫妻關係的結構是一樣的，屬於同分異構體。既然夫妻和央地一樣，大家都分稅了，那生育率自然就成了泡影。民政部的数据中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數字是養老院，養老機構在25年有40002家，26年減少到38489家，一年少了1513家。老年人在變多，養老院卻在減少，這可不是什麼好兆頭。因為養老機構都是盈利機構，盈利機構關门的唯一理由就是中國老人住不起養老院。25年末，全國總人口為14.05億，60歲及以上人口為3.23億，占比23%；65歲以上人口2.24億，占比15.9%。按照國際通用標準，65歲以上人口占比達到14%，就屬於深度老齡化社會；如果達到20%，就是超老齡化社會。中國目前已經邁入深度老齡化社會，預計28到30年之間就會進入超老齡社會。所以養老問題已經成了中國人的終極焦慮之一。為啥焦慮呢？因為官媒早就說了，養老不能靠政府。既然不能靠政府，那就只能靠自己。可是年輕一代真的靠得住嗎？2020年開始陸續退休的人，誕生於1960年之後，剛好是建國後的第一波嬰兒潮，也是80、90後的父輩。更慘的是，80、90後又是中國歷史上亘古未見的獨生子女一代。這就意味着80、90後將是歷史上養老負擔最重的一代，而60、70後也將是最後能靠養兒防老體面故去的一代。詩人陳年喜在他的《炸裂志》中寫道：“我微小的親人遠在商山腳下，他們有病，身體落滿灰塵。我的中年才下多少，他們的晚年就能延長多少。”把這個感觸帶入現實，就是80、90後的中年才下多少，60、70後的晚年就能延長多少。如果能借用張維為一句詞兒，我想說，這就是中國。最近，農夫山泉老板鐘閃閃再次登上央視對話欄目，他在訪談中猛烈抨擊電商平台，認為電商平台就是中間商。然後經濟學者吳曉波又批評鐘閃閃，認為他說電商的話是不懂經濟學。我覺得吧，這些人都是揣着明白裝糊塗，因為做过開門生意的人都知道，實體經濟的爸爸是房東，電商平台的爸爸是股東，這些房東跟股東才是中國所有生意的中間商。所以根源不在經濟理論對不對，而在於中間商究竟是誰。我認為鐘閃閃整場對話中最有價值的喊話就一句，叫稅收公平。他的原話大意是，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稅收政策會支持高技術企業，高技術企業就該賺高技術的利差，結果中國的高技術企業卻跑到農民和消費者當中去賺差價，這非常不公平。企業所得稅法第28條規定，企業標準稅率為25%，高新技術企業則按15%徵稅。啥意思呢？就是說同樣賺100塊，你科技低你交25塊，另一個科技高只交15塊。顯然誰的企業科技高誰就占便宜。那是不是科技與狠活更占便宜呢？不，事實上這10個點的稅收優惠並不是按行業按水平，
而是按資質給的。換句話說，農業和製造企業資格夠了也能拿，但是誰能申報，怎麼申報，這裡面很有說法，甚至還有產業鏈，叫做高企認定代辦。不難發現，高技術其實就是個標籤，它就像新能源的綠牌一樣，表面看是產業扶持，深究下去都是生意，這才叫交易的藝術啊！交易的藝術，獻給每一位渴望成功的人。第一章，特朗普的王牌，交易的要素。有趣的是，钟閃閃唠了幾十分鐘的閒嗑，就說了這麼一句硬話，結果短視頻平台還不讓播。我心想，中國的網絡審查可比税制公平多了，最起碼它能做到屌絲和首富都不放過。最近人民幣漲得很猛，咱們再來说说人民幣。8月10日界面新聞報道，在岸人民幣對美元收盤報 6.7442， 創23年2月2日以來的新高，中間價方面報 6.7884， 也創下23年2月10日以來最高。人民幣匯率創3年半新高，主要原因是美元階段性走弱加出口韌性。8月7日彭博報道，26年上半年經常賬戶以人民幣結算的跨境交易額增長了 18%， 達到 9.83 萬億人民幣和 1.46 萬億美元。彭博認為，中國正在加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，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盡可能繞開美元。今年以來，至少有6家中國商業銀行新增了10幾種可直接與人民幣結算的外幣，包括泰銖、巴西雷亞爾、孟加拉塔卡、土耳其里拉和哈薩克斯坦坚格等。这些新增貨幣大多來自新興市場和一帶一路國家。過去，大部分跨境貿易往往要先兌換美元，再完成結算。如今，中國正試圖擴大人民幣的直接兌換範圍，減少對美元中轉的依賴，這將進一步提升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使用率。7月13日，德國之聲中文網報道，德國總理默茨認為，人民幣相對歐元至少被低估了 25%。在他看來，這種低估使中國出口商獲得了不公平的價格優勢，導致大量低價產品湧入歐洲市場，並擴大了歐盟對華的貿易逆差。在6月19日的歐盟峰會上，默茨甚至提到了1985年的廣場協議，呼籲人民幣應該對歐元和美元升值。另外，早在26年5月，高盛也認為人民幣對美元被低估了 20%， 這說明歐美意見一致。不難發現，人民幣升值這件事幾乎是個三贏局面。歐美希望升值後解決中國傾銷問題，中國也希望升值後人民幣可以國際化。那麼誰是輸家呢？這裡先不作答。有關金融強國這個話題，咱們回頭找機會專門分析。除了人民幣國際化，電影也在國際化。8月中旬新上了一部國產大片《歡迎來龍餐館》，講的是中國人在伊拉克戰爭中的故事。這部電影豆瓣開分 8.5 起跳，一眼看過去全是5星好評。貓眼和淘票票的預測票房也都在30億左右。那麼龍餐館的成功密碼是什麼呢？2014年4月，北大教授錢理群在一場大學研討會上提出一個觀點，叫精致利己主義者。他說，我們的一些大學，包括北京大學，正在培養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。他們高智商、世俗、老道，善於表演，懂得配合，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。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，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。我認為，隨着中國輿論空間不斷收窄，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早就成了精致的犬儒主義者。為啥精致的犬儒呢？拿電影舉例子，中國電影現狀就是只能拍新聞聯播最後5分鐘，國外水深火熱，風景這邊獨好，最後就形成了環大陸電影宇宙。久而久之，中國電影跟中國人就沒關係了。電影既無法表達生活裡的精神，生活的精神也無法影響電影裡的價值。人們誇獎我不是藥神的時候，說中國也有自己的達拉斯買家俱樂部了；誇讚龍餐館的時候，又說我們中國也有自己的辛德勒名單和盧旺達飯店了。發現了嗎？中國人要的從來都不是表現價值觀的電影，而是我們也有。美國人有航母，我們也有；美國人有可回收火箭，我們也有。美國人有什麼，我們也得有什麼。龍餐館的成功密碼既有國外水深火熱，也有美國有，我也有。其本質還是講好中國故事。不信你看，中國人也愛孩子，中國人也有普世價值。說白了，中國電影從業者只要洞悉了人有我有這個公式，基本都會從利己變為犬儒。大家都在絞盡腦汁研究哪些話題安全，然後包裝成大片，隨行就市，趁機收割。文牧野比較出圈的幾部片都有着相同的精明和困境。我不是藥神講的是買不起進口藥，結果今天集採之後，大家更關心的是麻藥麻不麻。奇蹟笨小孩講的是深圳打工仔創業，可現在別說創業，就連送外賣人才都飽和了。這一部歡迎來龍餐館講的是中東做飯還債，可現實裡20多年後的今天，出國打工還是比國內賺得多。你會發現，同一個導演同樣講述小人物，鏡頭裡的人離現實越來越遠，而現實中的人過得比電影裡還慘。這就是中國電影的精致犬儒。
電影人的宿命就是這樣，越成功越要講好中國故事。所以我覺得精致利己和精致犬儒並不是簡單的文化現象，而是一種篩選機制。那些講不好中國故事或者不願意講好中國故事的人，根本就拿不到院線的入場券。最近看到有位經濟學學者叫謝作師，他說話聲音有點公鴨，被網友罵作太監。謝作師大膽承認說，我就是太監，我連內心真實的想法都不敢說出來，我還不是太監嗎？別說我是太監，我們大家都是太監。雖然大家都是太監，但不敢說真話的太監和隨口編瞎話的太監差別還是挺大的。前者只是一種處境，而後者則是一種選擇。最後再推薦幾部有關伊拉克的電影。第一部叫《綠區》，導演保羅·格林格拉斯，主演馬特·達蒙，這倆人合作過諜影重重。電影講述的是202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，薩達姆政府受到重創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成為美國出兵伊拉克的有力借口。然而无數次搜寻之後皆無所獲，最後發現殺傷性武器不過是謊言而已。第二部《官方機密》，導演加文·胡德，主演凱拉·奈特利，她也是《傲慢與偏見》的女主。故事發生在2003年的英國，女主是服務於英國情報機構的通訊翻譯官。某日，她收到一封加密郵件，該郵件揭露了美國國安局串通英國政府企圖入侵伊拉克的陰謀。最終，女主因為拆穿陰謀被英國政府告上法庭。我知道這很離譜，這要是朝鮮，最少得炮決。第三部《謊言之軀》，導演雷德利·斯科特，主演萊奧納多·迪卡普里奧。這部電影同為黑鷹墜落的團隊制作，但名氣不如前者。故事講述前戰地記者小李受雇於 CIA， 成為美國潛伏在伊拉克的特工，以便追蹤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。電影中的恐怖分子有着極其嚴密的自保措施，而另一邊的 CIA 和約旦情報部門雖然聯手，但卻互相欺騙和隱瞞，毫無信任可言。最後，約旦情報頭子憑借一招人肉木馬計，成功抓獲恐怖分子頭目，並解救了善於撒謊的小李。同樣是伊拉克戰爭，龍餐館和這三部一樣，都在講壞美國故事。唯一不同的是，龍餐館還順便講好了中國故事。所以薩達姆為何不驚慌？因為一驚慌就沒法講好中國故事。本期臨時加更的內容就到這裡。之所以加更呢，一是因為專題節目週期太長，中間加更一期可以穩住流量，同時也免得朋友們苦等。二是因為最近零散的文稿比較多，可是只能等到綠綠問答才能加進去，我這該死的表達欲根本忍不了那麼久。第三呢，關於分稅制的內容，以前在不同節目當中都提到過，老觀眾可能能聽出來。不過專題節目為了敘事節奏更快，很多枝枝蔓蔓的內容都會砍掉。這些原本砍掉的內容，在加更節目裡完全可以肆無忌憚的堆料放進去，所以加更節目也能承擔一部分創作手記的功能。如果大家喜歡這種形式，後面時間允許的話，可以時不時來上一期，這個就叫不期而遇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全部內容，感謝老朋友不離不棄，歡迎新朋友相見恨晚。老規矩，所有完整文稿將會當做會員福利同步推送到社區和 Patreon。接下來再給自己打個廣告，我的新書《進退》已經上線。這本書是25年所有宏觀節目的完整文本。去年一整年，我們討論了房地產泡沫、資產負債表衰退、人口結構、地方債務、通縮、財稅、社保，還有中美博弈和全球秩序。重新編輯的時候，我把所有分散的推演串成了一條完整邏輯鏈，同時也保留了逐字稿的結構和段子，讀起來或許會讓你會心一笑。全書一共17.5萬字，2-3個下午就能讀完。目前亞馬遜和 Patreon 同步在線，點擊頻道簡介就能看見鏈接。着重推薦 Patreon 簡繁雙版本，可下載、可打印、可收藏。在下行週期，輕行可能不會帶來好運，但進退有據的判斷力本身就是一種資源。所以這本書寫給仍然願意理解現實的你。